还有鞋子。你为了不留下指纹，所以把整个屋子都清洗了一遍，包括鞋子。张先生衣柜里最上面放的全部都是正装，这说明他经常穿这些。可是鞋柜里常用鞋的位置上却不是皮鞋，很少会有人把正装和运动鞋搭配，只可能会有一种原因，鞋子不是他自己摆放的，是凶手后来替他摆好的。可是凶手为什么会做到这一步呢？他完全可以不用管这些细节，鞋子上本就不可能沾有他的指纹。魏婴一顿，但还是继续道，所以我意识到，我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凶手清洗屋子，并不只是为了洗掉指纹，还有仪式感。刘小姐，你太爱他了，张先生生前爱洁，所以哪怕让他死，也要死在最洁净的地方，是这个道理吗？说到这里，刘小姐微微一颤。蓝湛看向了魏婴，你方才，刘小姐轻声道，不是问我恨不恨吗？我现在可以回答你，恨，我恨极了他们。张晨以前告诉我，他不喜欢强势的女孩子，我为他放弃了深造的机会，回到这小地方来做护士，等着他功成名就。可是他却要跟另外的女人结婚，要跟另外一个强势的女人，我不甘心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做不到把他抢回来，所以只好让他去死。苏小姐听到这句，似乎是被戳到了怒点，她尖叫一声，一把扯过刘小姐的领子，怒道：所以你就杀了他，你是疯子。如果这一次没有被发现，刘小姐依旧是柔柔的，下一个就会是你，我也会杀了你。直到刘小姐被戴上手铐，押上警车，苏小姐也没有敢再多嘴一句。魏婴回头看了看夕阳余晖下的这栋老式公寓楼，难得沉默。爱是没错的。蓝湛陪他站了许久，直到天色开始暗了，才按了按他的肩膀，说走吧。你觉得我做错了吗？路上，刘小姐这样问。错了。蓝湛道。为什么？难道我活该被抢走爱人吗？魏婴没有接话，蓝湛却接上了，杀人犯法本身就是错的，你的爱意本就不该强加于人。许久以后，两人还会提起这件事来，案件已经淡忘，只有这句话一直被记住了。蓝湛，你知不知道，就是从这句话开始，我觉得你这个人真他妈的帅，是我的菜。蓝湛沉默了，耳垂淡粉。魏婴也不勉强，只是抬手搔了搔他的下巴，凑近亲了一下，全当是调戏他的补偿了。魏警官不知道的是，也是从这件事开始，他的蓝警官对他的情感也开始纠结不清了。刘小姐被押回了警局，老局长亲自审查了办案文件。次日，蓝湛便跟着回了总局。临走时，魏婴来送领导，依旧是俨然耳目地端正穿戴，站在车旁，冲老局长行了个标准的礼。魏婴是吧？老局长把车玻璃放到最底，笑眯眯道：年轻人要好好干。是，谨听领导教诲。说着，魏婴微微俯身，看向了车内的蓝湛，还有蓝警官，咱们以后有缘再见。老局长淡笑不语，只是摆了摆手，司机发动车子，开出警局，转过路口，消失在众人视野中。魏婴刚转过身，就看到自己的副队长还在张望。魏婴挑眉道：干什么？舍不得领导，想跟着回总局呀？不是，队长。副队有点尴尬，他道：我还以为你是真的对人家蓝警官有意思，可是我可没看出来你舍不得。魏婴毫不犹豫地伸手在他肩膀上来了一拳，笑骂道：你大爷的，还想让我怎么样？扒着车头不让人走吗？我看你忒闲，等会给我写结案报告。啊！蓝湛在见到魏婴的时候，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。他前一天傍晚下班的时候，被老局长叫去办公室，说是明天有一位新同志要调入他们经侦大队，让蓝湛准备准备。这个人非常有能力，也跟你年纪差不多，是我跟人家局里特意要来的，费了我好大力气。老局长笑道：他来适应适应，直接把副队给他吧，这位滞空的太久了。好，阿湛呐，你叔父总是让我多历练你，但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，不要总是拘泥于工作。世界这么大，有时间多出去走走。蓝湛应下，礼貌地道了谢。可是每天不知道何时何地就会有案子报进局里，怎么能让他安心的到处走走呢？蓝湛不知道，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深究。反正他对目前的生活又没有怨言，
也觉得没什么不好的。他一直这么觉得，直到次日早晨，蓝湛照常提前半个小时打卡，来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，发现已经有人在了。他微微一愣，推门进去，却没有发现有人在。他一边观察一边走向自己的位置，发现自己隔壁空了很久的位置被摆满了东西，桌子上还趴了个人，且这个人他还十分眼熟，是魏婴。蓝湛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叫他起来，恰好趴在桌上睡觉的人大概是手压麻了，换了个姿势，把脸转向这边，一睁眼，两个人撞了个视线。魏婴惊得当场跳起，嘴里一声卧槽，还没收声，整个人就已经侧翻在蓝湛面前了。卧槽，卧槽，蓝湛，你想吓死我吗？你还有没有点同情心了？好歹也是同事了，扶我一把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是魏婴也没让蓝湛搭手，他自己扶着老腰撑着办公桌站起来了，摔了一下也没把他的话头摔没。他嘴里叨叨道：“我一大早搬东西过来，收拾容易吗？趴了还没10分钟就要受此等惊吓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蓝湛，蓝湛，是你？是我？怎么样，惊喜吗？”魏婴扶起椅子，嘻嘻道：“从你走，老局长就来跟我们局长要人了。我活这么大还没这么受欢迎过，就是手续办得太慢，生生拖了1个月。蓝湛，你什么表情？我千里迢迢过来了，你可不能不欢迎我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一同办过案的，而且还很顺利，4舍5入就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了。你快说欢迎光临。”蓝湛当然没有说欢迎光临这种疑似礼仪小姐的开头语，但是他配合道：“欢迎。”魏婴满意了，手上拍了拍椅背，道：“你们这原来的副队是谁？刚来就抢了人家位置，我得赔个罪，免得被记仇。”“没有。”“啊？没有。”蓝湛内容不变语调不变地重复了一遍。魏婴无语了。“行啊，蓝湛，这么多年都是你一个人单挑大梁，厉害，佩服。”蓝湛没接话，只是拉开自己的椅子坐下办公。后来刑侦队的队员们陆陆续续都来了，他们跟蓝湛打过招呼，对新来的小帅哥都挺好奇。魏婴倒是也不怕生，跟新同事们有说有笑，不到中午一群人就打成一片了。魏婴哈哈笑着把手搭上人家的肩膀，提议道：“兄弟们，晚上要不要一块出去搓一顿？喝兄弟酒吗？我请客。”气氛突然沉默。魏婴疑惑地歪了歪头，奇道：“谁开群禁言了？”管理员解一下，怪冷清的。很快他就发现，大家明着暗着都往蓝湛那方向瞟眼神。聪明如魏婴，瞬间就猜出来这禁言是谁下得了。也是，像蓝湛这种性子，能把大家组织起来出去聚会才有鬼。于是魏婴放过手里的小刑警，悠悠晃到他上司的背后，手臂压在人家的办公椅背上，还坏心思的上下掂了掂蓝湛，道：“队长，你别不表态呀，给我个面子，今晚要不要来聚餐？”“不去。”